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心狠，你的人生就能够过得风生水起。因为心狠在当下是一种极其稀缺的一种价值，你心不狠，别人就一定会对你心狠。心狠不是说让你去伤害别人，或者说去迫害别人，而是让你的心智一定有一种成熟性，就是你一定要意识到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自己，其他的真的什么都不重要。有一句古话是这样说的：财发狠心人，情困心软人。就是我之前楼下有一个开餐馆的老板，我是亲眼看着他一次次倒闭，一次次又起死回生。刚开业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吃饭嘛，那个老板呢就是对我们非常客客气气的，对谁也是一样，包括对自己的员工。厨师在屋里喊这个采购价高，他呢就点点头一笑就过去了。员工坐在旁边偷懒玩手机，从来不敢说。亲戚来店里都是白吃白喝，而且呢还是赔一个笑脸不是送个菜就是送箱酒。我从他口里听到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打开门做生意就是图让别人开心。结果呢，店里天天都是混日子的人，要么就是混吃混喝的，对吧？后财的那个食材比例呢比其他的店要高出2倍有余，最后就差点倒闭。这个老板都郁闷了好久，等了将近有1个月的时间，我看他家的门突然又开了他是这样做的：辞掉了混日子的老员工忘记了这个忘恩负义这个词，拒绝了亲戚的赊账被扣上了一个就是六亲不认的词语这就是财发狠心人的正因。正因为他就是放弃了这个做这个老好人，餐馆呢得此起死回生。就是人很多时候就是你之所以觉得你自己活得非常的累，本质上就是因为你自己的心太软了。各位，很多时候就是你太去考虑别人的感受了，每天就像自己是一个垃圾桶一样，无限的去吸收别人的负面情绪借助了别人身边的坏情绪，然后让自己承受，让别人得到了开心，甚至呢还会就是让别人获得这种认同感和喜欢你的感觉，长期无视自己的价值和无视自己的利益以及自己的存在。那这样的人生，各位你怎么能够好得起来呢？但是如果说你相反，如果你的心态变得够狠，不轻易的去共情别人的时候，那么你自然就会发现你每天需要考虑的事儿其实会变得非常少非常少的，而且呢能够减少你人生中80%甚至90%给你自己带来的伤害。那么所以成年人的世界你一定要想过好，那么你一定要心变得狠。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这种心狠的这种态度呢？我从我自身的角度给各位去分析一下，也是分享也是我自己创业能够成功的一个本质的一个原因。首先就是不要老想着自己当一个好人，当然不是让你去做一个坏人，而是让你任何时候都要先以自己为中心，关注自己的感受和自己的利益以及自己的需求。这不是自私，各位，而是你在保护自己的权益和保护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一个身份。那么如果说在一个人类或者说一个要求里面，一段关系里面所谓的有一个让你做一个好人，那么无论这个人是谁，你的伴侣也好，你的父母也好，他就是想道德绑架你，就是想占你的便宜。尤其是如果你自信内核不是过于强的，那么你就更不应该执着于去当这么一个好人，因为代价往往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权益让给别人。任何的时候都不要过度的去释放自己的善意，更不要把自己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下，而是守住自己的边界，敢于和任何人去翻脸，敢掀桌子，这样呢别人才不敢来找你的麻烦。其次一定要学会做筛选，心狠的本质它并不是无情，而是要做筛选，筛选掉那些消耗你的人际和你的关系，筛选掉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和就是干扰。那这样呢你才有精力去把你的内核放在你该干的事情上面，你的判断才能够更加清楚，你的行动呢才能够更加的果断。比如说如果说你在一段关系里面，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就是不尊重你，那么你就不要去纠结，也不要想着他为什么不尊重我，为什么不得到尊重，而是你直接让他从你的生命里面从此消失掉，不解释也别讨好，因为
你不需要整个世界去理解你，你只需要让他们不敢小看你就可以了。但凡有一个人他不考虑你的利益，不考虑你的内心感受，让你的内心不痛快了，你就立马把他筛选掉，不要给他第二次伤害你的机会。各位，尤其是在创业的过程中，直接拉黑或者说直接删除，减少不必要的牵绊，那么你自然往后的路就会越来越顺了。最后一点，大部分人都是做不到的，就是你不要害怕失去什么。狠人狠的地方就在于他无忧无惧，不害怕就是在人生当中任何一段关系的结束。也很多人就是你做不到这个心狠，就是因为你太害怕失去的东西太多了。你害怕你失去父母的认可，你害怕你的媳妇，害怕你的老公他不再爱你，害怕听不到好的评价，甚至害怕跟别人去翻脸得罪别人。但事实上呢，人生的本质，一个人活着，一切随时都可以发生改变。真正能够陪伴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真正能够依靠的也只有我们自己。所以说，除了你自己，什么都不要害怕去失去，而是当你越来越不害怕，这个时候你的精神肯定是越来越扩大的。因为一个人的能量源泉就是通过驯服恐惧给滋养出来的。那么你不害怕失去，那么你就杀伐果断，你的心就会越狠，那么你就会活得越来越融洽，越来越自洽，自我认同感就是非常的高，从而呢你的能量就会越来越充足。就在于这种状态之下，你不管是做事业还是搞你的人际关系，都能够信手拈来。所以这个人就是你的心只有越来越硬，你的心只有越来越狠，你的人生才能够越来越顺，事业才能够越来越成功。